各位亲爱的同学，大家好。这一讲我们介绍抑制剂对酶作用的影响。凡能使酶活力下降，但不引起酶蛋白变性的作用，称为抑制作用。如很多药物、抗代谢物都对酶有抑制作用。能抑制酶活力的物质称为抑制剂，用大写的 I 来表示。根据抑制剂与酶的作用方式以及抑制作用是否可逆，我们将抑制作用分为不可逆抑制作用和可逆抑制作用。其中可逆抑制作用又可分为竞争性抑制作用、非竞争性抑制作用、反竞争性抑制作用三种类型。下面我们分别介绍这几种抑制作用。首先介绍不可逆抑制作用。不可逆抑制剂通过共价键与酶的必需基团不可逆结合，使酶丧失活性，不能用透析、超滤等物理方法将其除去，如重金属盐、有机磷、叠氮化合物、氢化物、含汞、含砷有机物都是酶的不可逆抑制剂。我们以有机磷化合物为例，说明不可逆抑制剂的作用机制。上一次课程中，我们介绍过以凝乳蛋白酶中丝氨酸残基参与的反应机制，2-1丙基茯苓酸 DIFP 能够与以凝乳蛋白酶的丝氨酸残基反应，形成共价键，从而抑制酶的活性，如 DDV、敌百虫等有机磷杀虫剂则属于此类化合物。另一个例子是沙林毒剂。沙林毒气是乙酰胆碱酯酶的特异性抑制剂，可以选择性的抑制胆碱酯酶的活性，使得神经递质乙酰胆碱在体内蓄积，引起神经系统的功能紊乱。日本的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则是通过散布沙林毒气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下面我们介绍可逆抑制作用。在可逆抑制作用中，抑制剂与酶的结合是非共价的方式。首先介绍竞争性抑制作用。竞争性抑制剂的结构与底物极为相似，可与底物相互竞争与酶的活性中心结合。当抑制剂浓度高时，抑制底物的结合；如果底物浓度高时，则削弱抑制剂的结合。因而底物和抑制剂相互之间是竞争性的关系。下面我们通过抑制剂加入后的双导数图介绍竞争性抑制作用。当加入竞争性抑制剂之后， Km 值增加而 Vmax 不变，因而加入竞争性抑制剂之后为一组共同通过 X 轴点的一组线，加入抑制剂之后直线的斜率增加。我们举一个生活中竞争性抑制剂的例子，磺胺类药物。磺胺药是2氢叶酸合成酶的竞争性抑制剂。2氢叶酸合成酶需要3个底物，分别为对氨基苯甲酸、2氢蝶呤、谷氨酸。我们可以看到磺胺类药物的结构与对氨基苯甲酸的结构非常类似，因而能竞争性抑制2氢叶酸的合成，并最终抑制细菌合成叶酸维生素，因而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第二种可逆抑制作用是非竞争性抑制作用。非竞争性抑制剂和底物分别结合在酶的不同部位上，抑制剂和底物对酶的结合互不影响，酶分子先与抑制剂结合后不影响底物的结合，同样酶分子先与底物结合后也不影响抑制剂的结合。最终抑制剂与酶结合之后，抑制酶促反应向产物的方向转化。非竞争性抑制剂作用的动力学曲线中可以看出，酶分子的 Km 不变，反应的 Vmax 降低，因而加入非竞争性抑制剂之后的为一组共同通过 Y 轴点的一组线，加入抑制剂之后直线的斜率增加，
第3种可逆抑制作用为反竞争性抑制作用，此类抑制剂只能与酶和底物的复合物结合，不能与游离酶结合，形成的 ESI 3元复合物不能分解为产物，因此影响酶的活性。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底物与酶的结合改变了酶的构象，促进了抑制剂与酶底物复合物的结合。此种类型的抑制作用，动力学起现表现为 Km、Vmax 均下降，为一组平行线。下面请大家通过对比能够将3种类型的可逆抑制作用相互区别。在下面这张表格中，向我们展示了几种常见的药物及其作用的靶标酶分子，还有不同药物发挥的作用。因此，研究酶的抑制作用对于调控生命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这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